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咱们就不说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，这种废话了。这应该是我们录制的连续第3个关于小米10周年新品发布会的开箱视频小的体验。这期短片呢，咱们专门跟大家来聊一下小米这次发布的充电新品系列，因为真的花样还是非常多的，而且也达到了一个确实黑科技的一个高度，因为它在手机上首发了120瓦的充电器，它还有3个新品。第一个就是小米的立式风冷无线充电55瓦，这个就是配合 Ultra 这台手机这个50瓦无线充电专门出的这个充电器。还有一个这个100瓦的车充，这应该是车充里面最顶的了。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小东西，就是不小了啊，这个小米智能追踪式无线充电板，这个是20瓦的。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咱们小米的充电专题马上开始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。买精品二手就上小白优品 APP， 有手机、有电脑，还有半价手表、半价阿迪耐克，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回收。更多精品好物等你来发现，尽在小白优品 APP。大的这个充电器呢，在 Ultra 那期视频中，大家详细聊了一下，它的这个体积并不是特别的大啊，但是重量真的还是挺重的，拿在手里非常的坠手。然后手机上呢，我们之前呢也进行了这个实测，差不多是20分钟出头，22分钟左右的这个样子，就可以把手机完全的充满。之前理想化的时间感觉10几分钟、17、18分钟就把它充满，是吧？但是可能是第一代把这个涓流做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，但是已经是非常逆天的快了。无线充这个立式的啊，这个包装配色上呢都是一个金色的一个配色，我感觉非常的是吧尊贵的那种感觉，是塑料的一个材质啊，并不附带充电器。这个配色是非常的高级啊，是一个黑金的一个配色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质感上呢它全是塑料的，但是做工上感觉好像是铝合金，但其实不是。拿出来，这上边这还有一个小盒，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到电块。我告诉你这个是怎么用的啊，这个就是可以直接配合小米10来使用，它和白色那个造型是一模一样的，尺寸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也是这个 Charge Turbo 30瓦可以跑满，它是55瓦的。这个小小的电块呢，下边写着呢啊，小米10至尊纪念版专用支架。这是因为小米10至尊纪念版它上面这个模组太大了，占用的空间非常的大，所以说它这个无线的充电线圈呢放的要靠下一些，而正好这个充电板呢，它的这个线圈呢是在中间靠上的这个位置，因为下面是一个通风的一个背部的一个出口。这是一个小小的电块，它是一个小槽，你插进去，然后现在变成了米 Turbo Charge， 这个比之前小米10那个多了一个米它这个就是55瓦的了。这个电块也说明这个充电板呢，并没有专门为 Ultra 这款机器呢重新来设计一个，直接呢是吧，做了一些手动 DIY 的这个小升级。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垫上电块之后，我还有一个小米10，也可以充电。它的这个车充，这个车充呢，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了，带了一根数据线，然后下面呢是一个车充的口，然后它上面写着100瓦，而且呢这是一个双口的啊，上面有一个 Type C，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 USB 的这个插口，然后这条数据线呢，它是一个双 C 口的数据线，然后整个的这个质感呢，其实它是塑料的，但是它做了一层这种磨砂的质感，摸起来呢感觉质感还是不错的啊。准备把我车上那个1加的换上这个啊。OK， 最后一个就是这次非常好玩，也是很设计鬼才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小米智能追踪式无线充电。咱们先把它拿出来，我再跟大家介绍。附送了充电器，还有一根数据线，它是一个单口的。这个虽然说是一个20瓦的无线充电板，但是它这个充电头给了一个45瓦的。这个充电板的体积呢，我给大家大概比一下啊，大概是2个 Ultra 平放，然后上下呢都各有1厘米的这个空间。之前呢，苹果出过，比如说 AirPower 那个大的，最后难产了，最后没有放那个大的充电板。那个充电板，苹果想做到的就是你随便往上放，然后我都可以进行无线充电，底下就是多线圈的设计。但是呢，由于协议的原因，由于线圈之间相互安全性的这个考量，最后是没能成功。有一些山寨厂商也想做过啊，但是最后呢都没有做出来特别完美的版本，因为主要是在充电协议上。小米呢选择了一个曲线救国的一个方案，它呢并没有就是搞多线圈设计，它是一个单线圈的设计。这个板子虽然这么大，是吧？这个厚度呢大概是1厘米的一个厚度啊，然后它只有一个充电模块，一个线圈，但是这个充电模块这个线圈是移动的，非常有意思。好，刚才它是显示一个绿灯，显示已经连电了。我们把手机放上去，看到了没？
它是有一个自动寻找的功能，一个追踪式的。哎，你看绿灯归位了，其实这就是它的一个移动充电线圈。你把它放在这儿，它会自己跑过来给这个手机进行充电。我既然多线圈安全性我搞不定是吧？然后那个各种协议啊我也搞不定，那么我就搞一个，我进行运动充电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还可以在旁边再放一个手机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线圈把这个手机的电充满了之后，它就会自动跑到旁边这个手机下面给它进行充电。小米呢设置了一个自动识别充满的这么一个功能，我在旁边可以再放一个不是小米的东西就可以，是无线充电的耳机放在这儿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无线的耳机和手机全部都放在这个充电板上，然后它会充完了这个再给你充这个，哎。是吧？这个逻辑确实还是挺鬼才的，就是有些东西我解决不了，然后我采用另外一种迂回的战术。我靠，这不行啊！有灯吗？哎啊，我还以为没充啊，现在充上了啊！这里灯已经亮了，我还以为它没有运动过来。它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案。其实这个产品的最终完美版本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移动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还可以同时进行充电，就是随便放，是吧？我刚才试了一下啊，它最多呢可以放上一个手机，再加上2个耳机的这么一个位置。OK， 差不多啊。这次小米10周年发布会的主要的这个新品，我们都跟大家聊了差不多的。红米那边呢，好像还有一些产品，后续呢，我们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，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。其实简单总结一下，就是这次呢，其实明显感觉到小米呢憋了很多长的这个劲儿，然后要在10周年呢集中爆发一下。这次的这个充电确实是做到了业界顶尖，而且是量产首发的啊，就是我已经发布了，我已经让大家看到我真实的产品了，也确确实实是我第一个能够拿到手，然后能够测试它是量产的这个东西，我真正可以用的，并不是 PPT 的空中楼阁。10年，说长也不是特别长，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讲，但是说短呢，绝对不短了啊。最后呢，想抛出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 Ultra 那期视频中呢，我忘了跟大家说的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在这么多年过程之中使用过小米的产品有多少呢？大家可以飞一波弹幕，我给大家5秒钟时间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我就没法说了啊，我估计我得有几十款了，实在是太多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第一款小米手机是哪个呢？可以飞一下弹幕。好了，后续的内容和精彩，大家都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。后续呢，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分享新的产品和新的手机和新的技术。然后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里面。博客完整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